好了，各位学员大家好哈，我们开始今天的分享先分享李海鲜同学的一个体会哈，他是2025年的一个小结他说尊敬的各位老师好，先将2025年度与两岸时空学习并践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因爱护生命的心得与进展汇报如下若有不当之处，恳请老师批评指正第一大部分是年度主要收获与体会，说过去一年将李老师传授的传统文化的心法切实的用于身心修养、家庭生活与工作实践之中，说深感实修与践行方能带来真实的改变，逐步避免了以往的知而不行、说做脱节的局面是第一个小点，就是身心趋于和谐，身体保持健康的状态，一直保持很健康的这样一个状态。说第二呢，说家庭更加和睦，努力以爱营造家庭的磁场，使家庭氛围朝着更加和谐、欢畅、美满的方向迈进。说第三，外部关系改善，在工作中自觉的运用我能为您做点啥就是我能为你做点啥，不是说别人需要为我怎么样包括九荣九思，过去我们讲的君子九荣雅是九思的这个心法，说以厂为家，尽责履职承蒙领导与同事的认可在2025年度被评为企业劳动模范，这使我更加坚信将用爱护生命融入日常的言行，能有效促进人际和谐与事业的进步。就在工作当中把这个心法运用起来把整个各种各方面的关系、外部关系得到很好的改善。说第二，当前存在的不足与反思。在实践过程中我也清醒认识到自身仍存许多诸多需要提升之处。比方说第一说主磁场的意识虽有增强，但仍未做到时时觉知、念念分明。其实他已经做得很好了就是主磁场，就是始终我心中我到哪我都有一个磁场，我本身就是一个磁场，我到哪就是磁场说这样的意识虽有增强，但仍没有做到时时觉知、念念分明。但真正做到时时觉知、念念分明，那就非常非常好了，已经做得很好了说第二，有时见到他人未能够实修，会不自觉的心生急切，就看到别人没有认真实修就着急，犯了外求之病。反观自身修行根本在于修好自己。说正如莲花自净其意，方能散发芬芳。就是说有时候看到别人，当然这也是一片好心，希望别人能够更好，但有的时候你一着急了，反而适得其反所以还是要反观自身，把自己修好，莲花一样自净其意。说第三，我慢的这个习气仍然存在，说距离李老师所教诲的虚与静的境界尚远所学所行不过浅尝辄止，必须持续的精进。我慢在每个人身体里面就心中都是有的，是贪嗔痴慢疑，有时这个慢是非常难以觉察的，但是呢它又是不知不觉一直在里面，就引起你，让你的气不那么平静，那个傲气，那个我慢之气容易起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修行的内容，就时刻要觉知呀，我心中有没有那个我慢的习气起来说第三大部分是2026年的学习与修行计划。说新的一年我将继续潜心践行李老师在两岸时空所说的用爱护生命之道。说第一要笃行九荣九思，规范言行心念。这九荣九思前面曾经讲过我也非常强调这一点，就是你修九荣，目容你的面各方面了吧这个每时每刻你都注意九荣，经常用九思去检点自己的话，那么你自己的这个你待在那种气魄，你那个气场，你那个心念，那个心态自然就会发生变化。虽然它很小，就从手上、从脚上，足荣重，手荣公，从脚上、从手上、从眼睛上、从嘴上，但是如果你每一点都注意的话，你的修行就端庄了。你心里面那个九思呀，视思明，眼睛是
耳的有四，你的言行举止、视听言动便得到了规范，你自然而然的就有了一个和谐的一个磁场了。修行在哪修？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在九融九思中修，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说第二，坚持日行一善，日改一过，在细微处磨练心性。哪怕就每一天出门，捡有垃圾给捡起来扔垃圾桶里面去，你这一点点，每天就这样去做。善呀，不论是大和小啊，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你只要是你为了那个善，它就是一个大的，看起来很小；那个恶看起来很小，你一做它也是个大的。所以日行一善，日改一过，在细微处磨练心性。李老师就是李海鲜老师，全家都是这样去修行。我觉得真的已经是摸到门道了，进去了，尝到这个日行一善，日改一过的这个甜头了。有的人就觉得，我捡个垃圾，就好像我过去分享我李艳老师分享的自己的体会，你开始好像弯不下身子，捡不起来，就你那个我放不下，你那个我放不下，他就始终在那等着你。我说兄弟姊妹，你只要放不下他，他就成为障碍。你放下他了，这个障碍就拿掉了。说破那个我，怎么就破那个我？不是说我坐那打坐，突然之间破我了，那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一点点的小事上，就过去不愿意做的，别人不愿意去做的，或者一做去丢面的干什么？丢了那个我，可千万不要去我丢面就把那个我丢了，是吧？他说坚持日行一善，日改一过，在细微处磨练心性。功夫真的就是在点点滴滴细微之处长出来。说第三，说着力沉心静气化除我慢，努力将爱融入眼耳鼻舌身意的每一个当下和九融九次日行一善日改其实它是一个整体的东西就是沉心静气，那个我慢不刚才讲了说还有我慢要把它化除，将爱融入眼耳鼻舌身意，就是我们良安师公讲用爱护生命融入生活中的每一个当下。说第四，说用爱心组磁场，说认真的执圣贤班，在共修中提升。用爱经常组磁场，在办公室也好，在哪也好，在家里也好，就是一个磁场我现在这样说，大家也跟着我可以这样去做你家庭整个家就是一个磁场。就你值圣贤班什么，我一值班我现在我就是圣贤，我在办公室值班我现在值班，一下班我是另外一种状态，我到工厂上班一种状态，一下班另外一种。现在我上班上什么班？上的圣贤班我这时候就是圣贤的标准要求自己。这也过去讲的心法认真的值圣贤班，在共修中去提升。说最后衷心的感谢李老师传授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传统文化我也衷心的期盼能够通过自身不懈的实修与实践，不仅能让用爱护生命的理念滋养自身和家庭，更能将其带给周围的人，逐渐的心胸就扩大了融入工作，回馈社区，为社会的和谐美好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前几天也有同学跟我说自己也是就是每一年都想写一点体会，可是自己就是不会写就是很少动文字。有几个老人家就跟我讲这样的问题，我相信有很多人通过一年的学习都有各方面的一些收获和体会好了，我们分享就先分享到这儿现在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内容。今天讲内容其实和上次说的内容是很关联的。上次就讲说你的纯粹的觉知就好像那台有个摄像机一样，随时可以看到周围的一切，觉知周围的一切。可是呢，麻烦在哪呢？你打个解说员，那个解说员老是在那不停的唠叨，看到什么他都在分辨，就在思考，就在分析，在对比就在说这个说那个，就你内在你自己在说。就看到一个东西之后，首先你头脑那个解说员就给他解说一番。好了，
你自己真正那个觉知被盖住了，你就认为解说的东西就是事实了。解说谁解说的呢？先进到你头脑里的各种思想、各种观念，所以叫先入为主。先进去的东西以它为主去看，后来才进来的东西，你就出现问题。大概讲是不是就先入为主就是这样的？那个解说员老在那当成主人跟你说话，他成了主。所以你看到的东西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事实，而是经过你先入为主的那个头脑的解说，他把各种颜色打上去了之后，你看到的现实是所谓带了颜色的现实。颜色谁给的？你自己给的。那么今天讲的内容其实和这个很类似内容不多，但是我觉得也很有意义。大家想一想，我们在旅游的过程中，我相信很多人都经过这样的事情。你旅游的时候，你到了一个地方，看到一个文物也好，看到一个，比方说什么样的椅子看到什么样一个建筑，或者看到一个山是怎么样一种状况，到一个地方，你刚要去，这是什么呢？你刚要去观察它，去感觉它，比方说一个山也好，你刚要感受它的那个气势，山的，哎呀，你刚这是来了，导游的声音来了，导游开始跟你说话了这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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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什么什么。当导游一说这是什么什么什么的时候，大家想一想你自己立刻得到了答案。原来这是这个，原来这是这个，原来这是这个，你获得了答案。你觉得好像心满意足。大家想是不是这样？绝大多数是这样。你刚导游开始说了，导游那服务的很好，他就开始说了。可是你忽略了一点，就是你得到了那个答案，好像心满意足了，但是某种更珍贵的可能，你独立思考的触角，你用心感悟的那个灵光已经被这妥帖的解说温柔的给封锁了。大概想是不是这样？你比方说那个山在这儿，你真要感受那个山的气势，哇，这个山，你用身心感受那个山的气势，你用身心感受这种建筑的，哎呀，这种磅礴的这种感觉。你刚要那个心灵刚要出来的时候，那一解说一来，啪啦一下把你那个感觉封锁。我相信这是很多人都有过的感受。你本来用心去感受呀，这个文物，它经历了什么，那种什么样的感受？解说一来，一个文字，那段文字一来，那个解说一来，啪，把你那个感受，把你心灵能感受的这种能力锁住了。那么这一解说一来一锁住之后，从此我就说你看到的是被讲述的风景，想到的是被赋予的意义。你看到的这个风景其实已经不是真实的这个风景了，是那个导游讲述的风景。你是按照他给你讲述的那个思路去看这个风景，你是根据他给你讲述的某种东西的意义去理解那种东西。不同的导游有不同的讲解，不同的理解。你同样历史的一个事件，不同的人给他有不同的解说。大概想是不是这样？所以你看到的只是被别人讲述的风景，想到的是比别人赋予的意义。所以我就说这样的旅游或可以增长见识你增长见识那个地方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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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无法深刻心灵。你见识增多了，可是你要去感受这个新鲜的这种你从来没有见过的这个山也好，水也好，房屋也好，建筑等等也好，你刚要用到一个新的，大家想到新的地方是干什么呀？到新的地方其实就是来扩充你的心灵的。你总在一个熟悉的环境当中，你的心灵就被封住了，习惯了嘛，到一个新的地方又容易打开，可是导游一解说又把它又封住了。当然并不是说我们旅游不需要导游，需要导游，但是有的时候他的这个所谓的导游恰恰怎么样，
没办法真正深刻你自己的心灵。也可以说你在那儿并没有到那个地方去旅游，你只是在导游的思想中旅游，并没有真正去参观那个地方。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你没有真正参观那个地方，你只是在导游他的思想，他给你有了个思想，你在想导游怎么说。大家说是你没有真正就没有别的讲，我就看那个东西，去参观这个东西。只是导游用他的思想给你铺好路，你在他的思想上走来走去。你回家之后跟别人说的也是导游说过的话，那不是真正的旅游，不是真正的参观。所以我说真正的旅游是真正的参观，要始于什么呢？始于静默，你得安静下来。哇，你高科技很浮躁，导游说什么说什么。你看很多旅游不都是这样吗？那这不叫旅游，那就换个地方走路。你反正是热热闹闹的，那也挺好的哈，不是，并不是说这就不好啊。就是我就说那个参观，你得去参观。什么叫参观呢？参禅，那个参，观想，观参，你得投入你自己的心，要与这个景物产生共鸣。那个观什么呢？要退去成见。导游的那个话也是成见。成见并不是说就一定就坏掉成见，就过去的那个见识，它已经成为它已经固定的那个见识。你要退去那个东西，你要用一颗完整的全新的心去看待，这叫参。你参，你得用心进去，与之共鸣。观，你得退去成见，要全新的看待，说让景直接映照你的眼与心，而不是透过他人话语的滤镜，他人怎么说。比如这个导游喜欢某某人，他就跟你讲他的好；那个导游不喜欢他，可能讲他的不好。所以要让景直接映照你的眼和心，让物呢直接告诉你他的故事。这个物在这儿，你很安静，你能感受得到，哎呦，这个物它里面有什么样的东西。当然这个不容易，但是呢，你经过他人这个人讲，那个人讲，可能讲还讲错了。很多时候呢，导游把这个东西讲错了也有啊。所以你旅游那就有什么意义呢？就当然可以丰富你的见识了哈，但是真的无法深刻心灵。如果说你就是那样热热闹闹的走，那就是什么？你带走的只是一个扁平的见识，不是一个完整的东西。我就说而非心灵被心灵深刻浸润那片土地独有的光辉。到底一个地方说一方山水养一方人，你到这个地方它一定有它独特的地方。你到那个地方要感受，用心用生命去感受那边美好的东西。我讲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并不是说我告诉他该如何去旅游旅游你随着旅游你都很好。我想说的是，我们向外去参观旅游是这样的，但我们学习传统文化是干什么呢？是通向内在的旅游。大家说是不是这样？我每天闭着眼睛要感受身体里面，就在通往内在生命的旅程中，也要放下什么呢？放下解说。无论这个解说是你给你的解说，还是别人给的解说，哪怕有时候是圣贤书上写的解说，你的老师给你的解说，你在真正修炼的时候呢，你也需要什么？适当的把它放下。每个人的生命内在的状态有时候是不一样的，是不同的人的状态不一样。同样一个人在早晨、晚上、昨天、今天状态也是不一样的。你要光听别人的解说，拿着解说来去对照，那就不好办。你要去真正的要去参，要去观，要把你的心投入进去，要放下所谓那些成见。就好像过去还曾经讲过，要解开那个定义。
圣贤说的，又好像就是定义了，老师说就是定义，他人讲就是定，没有那个定义，没有定义，要深入什么那个无限的时空，你被已有的思想、已有的道理、已有的说法、已有的定义限制住了，那么你内在生命的这个旅游呢，也就成了外面那种旅游了。你在那锻炼啊，我好像在那锻炼，其实你没有真正锻炼。你在哪锻炼？你在别人说法的词汇上锻炼，或者说你的头脑过去讲成了别人思想的跑马场，而不是真正用你自己的身心去感受到你的生命。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哈？我过去曾经讲，比方说你身体有什么问题，哎呀，说那是医生说的什么什么什么，好了，哎呦，你被他定义了，哦，医生说的什么什么什么。那你整个锻炼的时候，医生说什么什么，哎呀，我不要这样，我不要这样。其实你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你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医生说的什么什么什么。大概想是不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就呀，我没有问题，我的身体是健康的，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去吃药、不去打针啊。我们需要吃药，需要去打针，需要去看医生，但更需要的是你内在有个自信心，有个自信，我身体呀可以健康起来，可以健康起来。不要把别的一些观念给自己给定义住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往那一站着一待的时候，头脑中所有的那个解说全都荡然无存，荡然无存。一旦就是活生生、透脱脱的你现在当下的那个新鲜的生命，这一点至关重要。一旦就是一个透脱的生命，活生生的生命，好吧？那我们现在起来，我们一起来锻炼啊！好，好，放松。就你往这一站的时候，就那个所有的解说，你内在的解说，你的解说作为内想，叫内想不出，外想不入，那个如风似壁那种，如风似壁，风的是什么？风的是那种解说，没了啊！就你觉得你立刻你会觉得你的生命和你的身体是透脱脱的呀，那个如婴儿般那种状态，是富贵婴儿，不是说单纯做那个动作富贵婴儿，一旦就是那种啊，很纯粹的那种感觉。一旦就是那样，眼睛一闭上，哎，脚分开，成后八字。手慢慢上来，
身体微下蹲。没有内在的解说，内想不出，外想不入。如风似壁。百会虚旋，身体放松到无限的虚空之中。就是说，没有皮肤包裹的感觉。你和虚空是一体的。心息相依。
静，安静。
哎，会上来，身体慢慢直起，脚慢慢合拢，手缓缓下落。大家静坐静养。
家安静啊，愿意静坐的，就多坐一会儿，就多坐一会儿啊。我们今天锻炼就锻炼到这儿，谢谢大家。